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消毒柜是饭店常用的工具，也有的是家用的。今天我们就看一款消毒柜电路，它是由220伏供电的，这个是火线，这端是零线，实际上是接在插销上的。这端是地线，是一个3向插头，接地，接我们消毒柜的外壳以及外部的大地。这个保险呢，它不但是一个10安保险，它还是一个140度的温度保险。当消毒柜内温度超过140摄氏度时，它就会熔断，保护消毒柜不会损坏。这是一个108度的温控器，当消毒柜内的温度超过108度时，它就会断开，它是一个长闭点的。这个是电源指示灯，这个是限流电阻 33K 2瓦的，这个是加热指示灯，这同样是限流电阻。这是启动开关，这个是继电器的长开点 K1-1， 在这里起到自锁的作用。这个同样是继电器的长开点 K1-2， 都是这个继电器的长开点。这个继电器是双刀双制的。这两个是消毒柜的加热器，这个消毒柜主要是高温消毒和臭氧消毒。这是臭氧消毒的指示灯，这是臭氧发生器的主要元件臭氧灯。它的原理与我们的日光灯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内壁没有涂荧光粉，并且内部采用的是石英灯管。当内部汞原子受电子轰击的时候，向外部发出紫外线光，并且释放臭氧，这样就可以对物品进行消毒。这里这个可控硅是一个直流可控硅，它的作用呢是起到一个震荡的作用。这个电容C4是限流的，这4个二极管组成了整流桥，这个变压器就是一个升压变压器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加热消毒过程。220伏通过保险，通过开关，通过限流电阻给指示灯供电，回到这端。这时这个108度的温控器是闭合的。在臭氧发生器开关断开的时候，我们按下启动开关，继电器 K1 是一个220伏的继电器。这时这个220伏通过继电器的线圈回到这端，这时它的长开点 K1-1 形成一个自锁，同时 K1-2 也闭合。电流方向是220伏通过 K1-1 通过线圈回到这端，同时通过 K1-2 送到加热管，使加热管进行加热。当消毒柜内温度超过108度时，温控器会断开，从而使加热管停止加热，同时继电器线圈失电 K1-1 K1-2 同时断开。随着温度的降低，当达到一定的值，这个温控器会再次闭合，但是由于K1-1 和 K1-2 都断开了，同时启动开关也是断开的，所以呢继电器线圈不会得电，只有再次按下这个启动开关的时候才能再次加热。在臭氧开关闭合的时候，加热消毒的同时还能够进行臭氧消毒。下面我们看一下臭氧发生器的工作过程。刚才我们说过了，这个C4呢在这里就是起到一个限流的作用，因为这是交流输入，所以可以用电容来限流。用电容限流的好处是不发热，没有功耗。220伏通过电容，然后通过这4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，这端输出正电压，这端输出负电压。这个正电压通过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向电容C1这端充正电，通过这端通过这个二极管向电容充负电。这时变压器初级的电流方向是自上而下。当电容C1上的电压冲到一定的值，这个位置通过电阻 R1 限流，这个 R2 分压以后，在可控硅的控制极会得到一个触发电压，使可控硅导通。这时 C1 正极的电压通过变压器的初极，然后通过可控硅的阳极、阴极回到电容的负极，对电容C1进行放电。这时变压器初级电流的方向是自下而上的，因为可控硅的阳极是脉动之流，当过0的时候，可控硅再次关断。可控硅关断以后，上边的直流电压再次向电容C1进行充电，如此往复循环，就在变压器的初级产生交变的电流，在磁芯上产生交变的磁场，从而感应给次极产生交变的电压。因为它的次极绕组比初级绕组的圈数多，所以就会产生一个高压加在消毒灯上，从而产生紫外线进行杀毒。同样的，当消毒柜内温度超过108摄氏度时，温控器又断开，从而完成了一个消毒周期。
直到下次再按下启动开关的时候再次进行消毒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